阿拉斯加会晤，美俄密谋，普京野心不止乌克兰，下一个目标曝光。杀进布良斯克，乌克兰绝不割地求和。30连报，萨拉托夫炼油厂一夜烧到天亮，无人机飞越2000公里轰炸科米共和国油厂，首都变靶场，莫斯科又瘫痪了。连损3营，拉平上将被撤职，乌空降兵横扫俄军，解放苏梅据点。乌军无人机部队立月歼35000军令状，10万俄军前来送死。塞瓦斯托波尔连环爆炸，S-500秒变废铁。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目前正在进行的美俄谈判内容十分复杂，尽管美俄官方并未向我们透露太多内容，但包括路透社、纽约时报在内的媒体，其所报道的内容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相当不利。综合各方最新信息显示，俄罗斯停战的条件从未改变，还是要求占领乌东4州和克里米亚。有意思的是，稍早时候，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曾声称，俄罗斯的要求只是控制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东部地区，愿意从赫尔松、扎波罗热撤军，来换取乌克兰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撤军。但该说法随即遭到打脸。图片报甚至披露，维特科夫根本是不懂装懂，会错了意。他以为是俄军撤离赫尔松和扎波罗热来推动停火，但实际上莫斯科的意思是让乌军全面撤出，才能考虑暂时停战。注意，这还只是暂时停战，而不是签署真正的和平协议。单凭这一点，乌克兰就不会同意。更何况，维特科夫还向俄罗斯提出了许多荒诞的提议，如愿意在没有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的情况下率先停火，而不是乌克兰和欧洲坚持的先停火再签约，又或是事实上承认俄罗斯占领顿巴斯，同时解除北约对俄罗斯的大部分制裁，逐步恢复能源合作等等。维特科夫的这些提议对乌克兰及其支持者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特朗普此前一直宣称要对俄乌双方施压来实现停火，且双方都必须做出重大让步。但迄今为止，特朗普将所有的压力都施加到了乌克兰头上。反观对俄罗斯的压力，仅火力军而言，并未从公开报道中看到任何特朗普向克里姆林宫施压的实际行动，包括之前说的8月8日最后期限、增加对俄制裁等等。做出重大让步的，好像永远只有乌克兰，而俄罗斯什么都不用做。火力军上述所言虽然总结于各大媒体，但从乌克兰以及欧洲的反应来看，真实度相当高。目前，据路透社最新报道，特朗普将在8月15日和普京于阿拉斯加州会面。白宫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并声称莫斯科已提供了一份潜在的停火要求清单。特朗普表示，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对于这份所谓的潜在停火协议，彭博社透露，美俄正考虑让基辅放弃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东部，乌军或被迫完全撤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部分地区，南部的战场则以双方当前的实控线冻结，但并未提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控制权等关键问题如何处理。华尔街日报则披露了更多的细节。报道称，和谈将分为2大阶段，首先就是让乌军从顿涅茨克地区撤离，俄方将同意全面停火。紧接着是莫斯科方面通过一项法律，承诺不再攻击乌克兰和欧洲。但俄方这种承诺的作用有多大？火力军表示怀疑。借用评论区网友的话说，如果割让土地保平安，那前几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果将再次重演。再过几年，俄罗斯还会出兵乌克兰的。当年割地没停止的战争，这次割地就能停止吗？目前，乌克兰和欧盟正在举行紧急会议，以协调俄乌战争的立场。如泽连斯基重申了对和平谈判的立场，那就是乌克兰不会放弃领土。他在最新的晚间讲话中表示，基辅不会允许俄罗斯第2次瓜分乌克兰，称俄罗斯将会有第3次和无数次。泽连斯基强调，正是当年对俄军占领克里米亚的默许态度，为俄罗斯占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部分地区开了大门。而现在，俄方还要拿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乌克兰绝对不会同意这样的条件。此外，他还在讲话中暗示莫斯科的下一步就是欧洲。那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实现目标，下一个目标会是谁呢？波罗的海3国将首当其冲，如果美国默许，那北约不会有任何动作。这3国根本无力对抗俄罗斯。之后，北欧5国、捷克、波兰、南高加索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以及中亚的国家也都会受到俄罗斯威胁。所以，与其明天蹲在战壕里战斗，为什么今天不积极支持乌克兰呢？波罗的海国家和北欧国家正是看开明白了这个道理，才尽最大可能援助乌克兰，而不是对美俄保持沉默。至于具体的行动，除各种援助外，最新消息披露，
英国、法国、德国、波兰、意大利、芬兰和欧盟委员会已发布联合声明，强调只有基辅参与的谈判才作数。同时和乌克兰一起向特朗普提交了一份结束战争的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一，在采取任何谈判之前先强制停火；二，任何领土交换都只能在对等基础上进行；三，乌克兰做出任何领土让步都必须有坚定的安全保障作为后盾；四，乌克兰的未来不能在没有乌克兰的情况下进行讨论；五，无论美国立场如何，欧洲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资金。欧洲表示，任何以武力改变边境的方式都是不可接受的。显而易见，欧洲和乌克兰都担心特朗普会绕开盟友，直接和普京达成协议，那样的话他们不会予以承认。客观来说，相较前几次和谈，俄罗斯的确在和谈条件上进行了所谓的让步，但对乌克兰来说仍是不公平的，特别是让乌军从乌克兰自己的领土上撤离，这本身就充满了黑色幽默。不过反过来想想，俄罗斯的让步也恰恰说明他们也想结束俄乌战争，毕竟这场仗已经打了3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所以只要欧洲国家加强军备，不断支持乌克兰，加上乌克兰自身实力提升，即使没有美国援助，俄罗斯也无法取胜，这个趋势不会改变。耐人寻味的还有特朗普和普京此次会面的地点阿拉斯加。要知道，从去年开始，俄罗斯国内就有声音称要收回阿拉斯加。怎么这次定在阿拉斯加？美国这是暗示普京回家能如愿以偿吗？网络上有声音讽刺称，阿拉斯加会晤可能会成为慕尼黑会议 2.0， 即泽连斯基就像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一样，孤独地坐在会议室外，等特朗普和普京决定了乌克兰的命运后，再出来告诉泽连斯基会议的结果。大家认为特朗普和普京会达成一份什么样的对乌协议？是否能做到公平公正呢？接下来将目光转到战场，泽连斯基的强硬表态离不开前线乌军的浴血奋战，尤其是随着美俄会谈临近，乌克兰向俄本土发动了更多凌厉的进攻，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据奥斯特频道报道，乌克兰的破坏和侦察小组再度突袭了布良斯克州，这次打击目标是尼特马涅夫。报道称，乌军突击队在此战中一度攻下俄军阵地，并击毁了防御掩体。俄方消息来源随后也承认了此次袭击，但他们强调已经击退了乌军的攻势。截止目前，基辅方面尚未做出进一步回应，但近来乌军已多次袭击布良斯克，光8月就发动了3次攻势。如在8月6日前后，红军就突袭了布良斯克当地的金属工厂，打掉了俄军的生产设备。而在8月2日，乌克兰特种部队更是在布良斯克推进了7公里，抵达鲁德尼亚查塔附近。在这里，乌军还利用30枚地雷炸掉了俄罗斯的查塔河大桥，切断了对方16公里长的补给线。除此之外，这段时间乌军还炮击了库尔斯克和别尔格罗德。显而易见，乌军正在加强对俄领土的地面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当然，对俄罗斯腹地的打击，乌军还是以空袭为主，且以俄罗斯的能源系统为目标。据战争研究所报道，8月10日夜间，乌军发射无人机群打向了俄罗斯的能源枢纽区萨拉托夫。前线流出的视频显示，当地炼油厂一带因遇袭喷发出了巨大火球，燃起的大火一直持续到天亮，都未被扑灭。当地居民甚至表示，前后听到了约30起爆炸声，此起彼伏回荡在萨拉托夫的夜空。截至目前，据初步信息显示，完成此次空袭的是乌军第14无人机团。俄国防部随后发布报告，声称他们在各地击落了121架乌军无人机，并否认萨拉托夫炼油厂遭受重大损失。与此同时，奥斯特频道报道称，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距离乌克兰边境2000多公里科米共和国乌赫塔的卢克石油炼油厂，且造成该炼油厂的一个储罐受损。目前，俄罗斯当局尚未承认此次袭击，但俄方确实暂时停止了从乌特卡机场起飞的航班，这与俄罗斯在其他地方遇袭后的反应一致。此外，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第2大城市圣彼得堡也没能逃过乌军的打击。Next A 新闻报道，由于莫斯科地区遭到乌军无人机威胁，其南部的多莫杰多沃机场再度实施了临时管制措施，大面积瘫痪的情况再次发生。俄国防部随后发布报告，声称在包括莫斯科的各地上空一共击落了97架无人机。俄方还强调大部分机场已经恢复运营，否认发生航空瘫痪的情况，但现实情况是乘客仍在等待航班。如今俄罗斯机场被迫关闭的次数已经愈加频繁，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这在俄乌开战之初是极其罕见的。在圣彼得堡，俄军舰队的最新拖船乌沙科夫号沉没，尽管俄方的船厂努力施救了一个昼夜，但该船最终还是坠落了水底，直追黑海舰队而去。目前事故的原因还未被披露，但不久前俄军才刚刚高调宣传了乌沙科夫号，
他也停泊在波罗的海造船厂进行最后的西装。而这段时间，乌军攻击的重点虽集中在俄罗斯的能源和交通系统上，但这不代表着乌军不会对俄军船只发动打击。接下来，乌克兰是否会在海上发起行动，让我们拭目以待。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防止俄罗斯的空袭，在这2天空袭打击中，乌军还对俄无人机工厂进行了针对打击。据 Mash 报道，乌克兰突然向俄罗斯的核心城市喀山发动了远程打击，紧接着喀山附近的叶拉布加上空就不断传出巨响。目击者拍摄的画面记录下了乌军无人机攻击的瞬间。有意思的是，乌军的空袭目标恰恰就是当地的无人机工厂，但现在他也遭到乌军无人机的重击。现场视频显示，乌军无人机径直击中了工厂的车间，瞬间腾起了巨大火球，并被黑烟所笼罩。据悉，叶拉布加是俄罗斯最大的无人机工厂，长期都用来制造沙赫德无人机，而此次遇袭应该是该地近来遭受的最大打击。另外，在拦截乌军袭击时，俄军的导弹又击中了自家的居民楼。奥斯特频道报道称，俄军的铠甲防空系统在拦截罗斯托夫上空的无人机时，其发射的导弹击中了住宅区。现场可以清晰地看到大楼的破坏痕迹，似乎还引发了房屋内的火灾，至少4栋大楼出现断电情况。俄罗斯当地则否认此事，声称是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坠落造成的破坏，但这样的辩解实在无力，毕竟俄乌战争以来，俄罗斯武器的失误率一直居高不下。乌克兰战场，乌军在苏梅方向的反攻还迫使俄军做出重大人事调整。苏梅防线，乌军第33空降团和第24空降营成功解放了别扎利夫卡定居点，彻底清除了这里的俄军。据悉，此役中乌军共清除18名俄军士兵，20多人受伤。俄军在苏梅的形势愈发不利。也就在这时 ，X 平台消息披露，克里姆林宫撤掉了北方集群的指挥官亚历山大·拉平，且这一职务将由根尼·尼基弗罗夫接替。对于此事，外界分析拉平被解职的原因，可能是乌军第225团成功解放苏梅地区的几个定居点，并让俄军连损3个营，致使俄军对苏梅的进攻受挫导致。俄方消息则声称，拉平是自愿辞去的职位，而接替的尼基弗罗夫则是俄军原西部集团军的司令。目前拉平遭解职的消息尚未得到俄官方证实，有待进一步确认。不过，关于拉平上将被解职一事，并非第一次发生，如2022年就有消息传出，拉平被解除中部军区司令的职务，但奈何其在俄总参谋部关系过硬，最终也未等到俄官方正式通知。因此，本次解职尽管消息不少，但我们最好还是等官宣。其实能力不行的拉平上将对乌克兰而言是个好消息，要是换个有能力的，反而对乌军来说不是好事。另一方面考虑，若是俄方撤换北方集团军指挥官，也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加大对苏梅地区的反扑。所以还是那句话，乌军在边境和库尔斯克的进攻将能有效缓解本方境内的战线压力。乌克兰战场目前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在红军村，在最新战斗中，俄军派出3个连共150名士兵进行渗透作战，但最终在乌军无人机、火炮清剿行动中，这150人中有120人死亡，剩余30人则在抵达红军村市区后，一部分被杀，一部分投降。俄军的渗透作战再次迎来失败。不过，乌克兰第聂伯罗部队集团发言人维克多·特雷胡波夫中校8月10日表示，俄军已向红军村集结了10万大军，其前线局势是过去1年中最严峻的，战斗规模已接近第2次世界大战。但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权威信息表明乌军防线出现重大危险。由于早早得知俄军的进攻态度，乌克兰指挥部一直注重红军村的补给。目前这里的乌军并不缺乏武器弹药，而且大量无人系统的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兵力不足困境。目前乌军正依托坚固防线，持续有效杀伤俄军。如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马特·马扎尔人布罗弗迪正准备将每月用无人机打死打伤的俄军数量目标增加到35000人。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俄国防部每个月招募的人员将与损失持平。再加上乌军其他部队的战果，俄军总规模将会出现下降。可以说，红军村接触线前还有无人机控制，纵深达数十公里的杀伤带，已经成为俄军在战场上难以穿越的真正死亡地带。前2个星期，俄媒大肆宣扬炒作红军村战事，声称他们已经占领这块乌东重镇，但如今这些声音销声匿迹，基辅方面也站出来驳斥俄军说法。其实类似的宣传，俄罗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上一回。回顾这3年多的战斗，俄方已经多次表示会很快拿下红军村，但他现在仍然在乌军手中。前几天，乌克兰还表示已经完全控制了该地的局势。尽管红军村接下来依旧面临一定的压力，但火力军相信红军村将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埋葬之地。
而此地的得失将很大程度上影响乌东的整体战局。新的恶战即将来临。乌南战场，乌军依旧以空中打击为主，每天都会进行一轮常态化攻击。如据乌总参谋部8月10日报告称，乌军袭击了赫尔松州奥列什基附近一个未指名的俄罗斯营的指挥所，造成包括营长在内的25名俄罗斯人员死亡。战争研究所评估认为，很可能是俄独立31空降旅第328空降团或第61海军步兵旅的指挥部。克里米亚方向塞瓦斯托波尔传出剧烈爆炸声，虽然现在详细战况尚不明朗，但从前方传出的视频看，这一带已经冒起了黑烟。目击者也表示听到了近10起巨响。作为俄军在黑海的门户，塞瓦斯托波尔的位置相当关键，它不仅有直通莫斯科的铁路线，向南也可出黑海海峡抵达地中海。塞瓦斯托波尔还是俄罗斯的海军基地，此前黑海舰队就驻扎在这里。不过如今黑海舰队已在乌军攻击下整体撤离了克里米亚，退回了俄罗斯本土海域。与此同时，乌克兰情报总局的部队还在黑海击毁了俄军的防空雷达，其中甚至包括了用于 S-500 防空系统的叶尼塞雷达，这也是俄方最为宝贵的雷达系统之一。号称宇宙第一拦截神器的 S-500 在俄方宣传中能够拦截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隐形战机、低轨道卫星等所有目标，甚至连陨石也能拦截。如今居然被廉价的无人机摧毁，简直让人惊掉下巴。截至目前，莫斯科方面尚未做出回应。不过根据北约的卫星图像显示，克里米亚的塔尔汉库特角雷达站已经严重受损。据统计，进入8月后，乌克兰已对克里米亚发起了6波大规模攻势，俄军的空军基地和铁路系统都遭到重击，科什大桥更是数次关闭，中断了交通。乌军的这番行动极大缓解了南部战线的压力，甚至有可能是在为进一步反攻做准备。让我们将目光再次转向这2天备受瞩目的阿塞拜疆。图片报披露，阿塞拜疆已经启动了一条新的弹药生产线，为乌军提供122和152毫米的炮弹。土耳其的军工企业也将参与制造。与此同时，克罗地亚总理安德烈·普连科维奇宣布将加入欧盟的 SAFE 项目，并通过该计划来支持乌克兰。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松也宣布，在拨款40亿美元的基础上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加强军事领域合作。此外，在波兰南部卢布林地区，招聘境外志愿军的乌克兰军团已于当地时间8月8日与第5批志愿者签订了服役合同。乌克兰驻卢布林总领事馆招聘中心主任霍尔库沙对媒体表示，前4批志愿者已训练完成，很快将投入战场。据悉，志愿者年龄从21岁到53岁不等，年轻新兵往往希望成为无人机操作员，中年新兵大多希望成为炮兵，有运输背景则会申请司机岗位，还有些医学背景者加入了医疗单位。应征者主要来自流落在外的乌克兰人、捷克人和英国人。无人炮塔坦克是新一代坦克的主流设计，由俄罗斯 T-14阿马塔坦克率先提出，将3名成员集中在车体前部，也就是原本驾驶员的位置，3人排坐成一列。之后，好几种类似的坦克也采用相似的布局，如美国 M1E3 艾布兰 X 概念坦克就是如此。然而，由 KNDS 国防公司提出的下一代主战坦克豹 2A RC 3.0 却有些不同，它的驾驶区仍然只有1人，至于车长与射手则安排在原先有人坦克的炮塔吊篮前半段，使得成员空间比其他的坦克来得大，而舱门也设计成2个，方便成员出入。根据 KMW 公司发布的影片描述，其第2辆原型坦克无人炮塔的设计使坦克的战斗重量降至60吨以下，在不牺牲火力的情况下提供了更高的机动性。目前的主炮仍然是120毫米滑膛炮，但经过设计，可在未来的升级方案中更换更大的130或140毫米坦克炮。炮塔后方安装有尾箱式自动装弹机，最高射速可达每分钟18发，这相当于3到4秒就可射击1发，这与训练最佳的装填员处在同样水平。武器方面，原型车还配备了长钉 LR 反坦克导弹，炮塔两侧还有战利品主动防护系统，这2种武器皆为以色列拉斐尔公司设计生产。此外，坦克正面和侧面还加装爆炸反应装甲，增加安全性。据悉，该型坦克将竞争成为下一代的欧洲主力坦克，其主要对手将是莱茵金属公司自行研发的 KF-51黑豹。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俄罗斯的目的从未改变，希望乌克兰能坚守底线，不会给俄罗斯第2次瓜分其领土的机会。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